ChatGPT 是一种基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人工智慧模型，全称为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它是由 OpenAI 团队于2019年发表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自然语言理解及生成方面的问题。ChatGPT 基于深度学习模型，使用大量的训练数据来进行模型训练，从而提高模型的准确度和性能。ChatGPT 可以进行语言生成、文本摘要、对话生成等多种任务，并可以用于智能客服、智能写作、机器翻译等应用领域。ChatGPT 目前已经发展到第3代，其应用范围和性能都得到了很大提升。当我们使用 ChatGPT 进行自然语言处理时， ChatGPT 会进行以下几个步骤：预处理。ChatGPT 会将文本转换成数字序列，以便进行模型训练和推论。这个过程包括分词、标记化、嵌入等。建模。ChatGPT 用了 Transformer 架构，这是一种基于注意力机制的神经网络模型。Transformer 模型可以将输入序列映射成一个向量，进而进行文本生成、文本摘要、对话生成等任务。训练。ChatGPT 使用了大量的数据来进行模型训练。具体来说，它用了自监督学习的方式，通过预测缺失的单词来训练模型。这种方式可以大大提高模型的泛化能力，使得模型在应对不同任务时表现更加出色。推论。当我们使用 ChatGPT 进行文本生成、文本摘要、对话生成等任务时，我们需要输入一段文本作为模型的输入。ChatGPT 会根据这段文本生成相应的结果。除了上述步骤， ChatGPT 还有一些特点：支持多语言。ChatGPT 可以用于多种语言的处理不同语言的模型，可以进行独立训练。可解释性。ChatGPT 可以根据不同单词的重要性对文本进行加权，进而分析模型生成结果的可信度。ChatGPT 的特点和相关技术挑战的详细介绍。选择合适的训练数据。ChatGPT 需要大量的训练数据来进行模型训练，但是选择合适的训练数据也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OpenAI 团队通过收集了多种自然语言数据集，包括维基百科、新闻文章、小说等，从而建立了大型的训练数据集，解决长文本生成问题。在进行文本生成任务时，模型需要将前面的文本内容记忆下来，并根据这些内容生成相应的结果。这对于长文本的生成来说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ChatGPT 通过引入遮罩机制，将输入文本切分成多个小块，从而解决了长文本生成的问题，解决词汇表过大的问题。对于大型的自然语言数据集，词汇表的大小往往会非常巨大，这对于模型的训练和推理都会带来一定的挑战。ChatGPT 通过引入词汇表压缩的方法，将词汇表的大小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从而提高了模型的效率和准确度。输入序列映射成一个向量的解释。将输入序列映射成一个向量的过程称为文本嵌入 （text embedding） 或序列嵌入 （sequence embedding）。这个过程通常由一个称为嵌入层 （embedding layer） 的神经网络层来实现。嵌入层将每个单词或字符映射成一个固定维度的向量，这些向量可以看作是单词或字符的向量表示，反映了它们在语义上的相似度和差异性。一般来说，嵌入向量的维度是一个超参数，需要根据具体任务和数据集的特点来选择。通常情况下，维度越高，能够表达的信息量就越丰富，但也会带来维度灾难等问题，因此在实际应用中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权衡和调整，以获得最佳的效果。向量的解释。在数学和物理学中，向量是一个有大小和方向的量，可以用有向线段来表示。在几何学中，向量通常用箭头来表示，箭头的长度表示向量的大小，箭头的方向表示向量的方向。在计算机科学中，向量通常是指一组有序数字的集合，这些数字可以代表向量在不同维度上的分量。例如，在二维空间中，一个向量可以表示为一个具有2个元素的有序数组，分别代表向量在 x 轴和 y 轴上的分量。在3维空间中，一个向量
可以表示为一个具有3个元素的有序数组，分别代表向量在 x 轴、y 轴和 z 轴上的分量。在计算机科学中，向量常用于表示和计算机器学习中的特征，例如在自然语言处理中，可以用向量表示单词或短语在一个向量空间中的位置。向量还可以用于表示图像、声音等数据，以便进行分类、回归、聚类等任务。由于向量在计算机科学中的广泛应用，因此许多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框架都提供了向量计算和操作的支持。ChatGPT 是一种拥有强大自然语言处理能力的 AI 模型，它的应用场景非常广泛。以下是一些常见的应用场景：语言翻译 ，ChatGPT 可以通过学习不同语言之间的关系和语法结构，从而进行自然而流畅的语言翻译。这种应用场景可以被广泛应用在国际商务、跨国交流和旅游等领域，并且可以大大减少翻译人员的工作量和成本。客服自动回复 ChatGPT 可以被训练成客服自动回复系统，以解决常见问题和重复性任务。这种应用场景可以大大减少客服人员的工作量，同时提高服务质量和客户满意度。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可以被训练成聊天机器人，与人类进行自然而流畅的对话。这种应用场景可以被应用在客户服务、教育、娱乐等领域，为用户提供各种人性化的服务和体验。文字生成 ChatGPT 可以通过学习大量的文本，生成各种文字内容，例如文章、诗歌、小说等。这种应用场景可以应用在文学创作、编辑和新闻写作等领域，并且可以提高生产力和创造力。智能助手 ChatGPT 可以被应用在智能助手中，帮助人们执行各种任务，例如提醒行程、设定闹钟、控制智能家居等。这种应用场景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和便利性。医疗诊断 ChatGPT 可以被用来帮助医生进行诊断、辨别症状和疾病等。这种应用场景可以大大提高医疗诊断的准确性和效率，同时减少医疗人员的工作量和负担。自然语言生成 ChatGPT 可以被用来生成各种自然语言，例如对话、诗歌、故事、新闻等。这种应用场景可以被应用在自然语言处理、自然语言生成、教育、文学创作、新闻写作等领域，并且可以大大提高生产力和创造力。语音识别 ChatGPT 可以被应用在语音识别系统中，帮助机器识别不同的语音信号，并进行语音转文字。这种应用场景可以应用在语音辨识、语音翻译、语音合成等领域。情感分析 ChatGPT 可以被用来进行情感分析，辨别不同文本中的情感和态度，例如正面、负面和中性。这种应用场景可以被应用在市场调查、社交媒体分析、客户反馈分析等领域。资讯检索 ChatGPT 可以被用来进行资讯检索，帮助用户找到所需的信息和内容。这种应用场景可以应用在搜索引擎、知识图谱、问答系统等领域。自动写作 ChatGPT 可以被应用在自动写作系统中，帮助机器自动生成各种文章和内容。这种应用场景可以被应用在新闻写作、广告创作、网站内容生成等领域，同时可以提高生产力和效率。音频生成 ChatGPT 可以被用来生成各种音频，例如自然音乐、人声和声效等。这种应用场景可以被应用在音乐创作、音效设计、语音合成等领域，同时可以提高创造力和生产力。机器翻译 ChatGPT 可以被用来进行机器翻译，帮助机器进行自然而流畅的翻译。这种应用场景可以被应用在文学翻译、商务翻译、科技翻译等领域，并且可以大大减少翻译人员的工作量和成本。自然语言处理 ChatGPT 可以被用来进行自然语言处理，帮助机器理解和分析不同的文本和语言，例如分词、词性标、命名实体识别等。这种应用场景可以被应用在语言学研究、信息截取、文本分析等领域。教育 ChatGPT 可以被应用在教育领域，帮助学生学习语言和知识，例如可以应用在智能家教、
自动出题、语言学习等领域，同时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成果。ChatGPT 是基于大规模文本数据训练出来的一种自然语言生成模型，其核心部分是一个由多个网络层组成的神经网络，该网络被称为 Transformer。当用户输入一个问题或语句时， ChatGPT 的模型会将该问题或语句转换成向量表示，这个向量表示被称为 Token Embeddings。接着，这些向量会被传递到 Transformer 中进行进一步处理。在 Transformer 中， ChatGPT 使用一种称为自注意力机制的方法来捕捉句子之间的相关性。自注意力机制可以使得 ChatGPT 能够对输入句子中的每个词都进行加权，并且在处理过程中选择性的关注每个词，这样 ChatGPT 可以将输入的问题或语句转换成一个上下文向量。接下来， ChatGPT 的模型会使用这个上下文向量生成一个回答或下一个预测的词。生成回答的方法是通过几率分来预测下一个词或短语。ChatGPT 通过这种方法不断地生成词语，直到生成出符合要求的回答。进一步深入 ChatGPT 的工作原理，我们可以从以下2个方面来探讨。首先， ChatGPT 在生成回答时，不仅仅只是基于单个词或短语进行预测，而是考虑了整个上下文的信息。这是因为自然语言的生成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任务，需要对上下文、语义、语法等多方面进行统一建模。而 ChatGPT 通过 Transformer 模型中的自注意力机制，可以将上下文中的信息进行结合，从而更好地处理长文本的生成问题。此外， ChatGPT 还使用了一种 masking 技术，通过随机地隐藏一些词或短语，来进一步训练模型的生成能力。其次， ChatGPT 还使用了一种 Fine Tuning 的技术来进行个性化的生成。这种技术通常用于 ChatGPT 应用在特定领域的场景中。在进行 Fine Tuning 时， ChatGPT 会针对具体的问题或语境进行训练，从而更好地适应特定的应用场景。在这种情况下， ChatGPT 可以通过增加额外的训练数据，提高其生成回答的准确度和自然度。Transformer 的解释， Transformer 是一种基于神经网络的模型架构，主要用于自然语言处理 NLP 中的序列到序列 Sequence to Sequence 学习任务，例如翻译、摘要生成、对话生成等。该模型于2017年由 Google 在论文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中提出，并且在各种 NLP 任务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传统的序列到序列模型通常基于循环神经网络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RNN 或卷积神经网络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CNN 进行设计，但这些模型存在一些缺点，例如 RNN 模型的长期依赖问题，以及 CNN 模型不能考虑序列中不同位置之间的关系。Transformer 模型通过引入自注意力机制 Self-Attention Mechanism 来解决上述问题。自注意力机制可以根据输入序列中所有位置的表示，对任意位置的输入进行加权平均，从而更好地考虑序列中不同位置之间的依赖关系。同时， Transformer 模型还用了多头注意力机制 Multi-Head Attention， 可以在不同的维度上进行自注意力计算，进一步提高模型的表现。除了自注意力机制， Transformer 模型还包括了一个基于位置编码 Positional Encoding 的模块，用于将输入序列中的位置信息引入模型中。此外， Transformer 模型还包括了一个基于全连接网络 Fully Connected Network 的前向网络模块，用于对经过自注意力计算的输入进行非线性变换。Fine Tuning 的解释， Fine Tuning 是指在一个已经训练好的模型基础上，通过进一步训练，使其更好地适应特定的任务或者领域。这个过程通常需要一些额外的数据和标签，以及一些特定的训练方法和超参数设置。在深度学习领域中， Fine Tuning 通常用于解决以下问题：在某个特定领域或任务中，现有的模型效果不佳。例如，在一个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一个训练好的语言模型的效果可能不如在其他语言环境中。在某个特定领域或任务中，
现有的数据和标签不足以训练一个高质量的模型。例如，对于一个新的领域或者一个小众的应用场景，可能缺乏足够的标注数据。在进行 fine tuning 时，一般会选择一个已经训练好的模型作为基础，然后使用新的数据和标签对模型进行进一步的训练。在进行训练时，通常需要调整一些超参数，例如学习率、批次大小、训练轮数等等。此外，还可以通过改变训练数据的分或者引入一些正则化方法，来避免过拟合问题。Token embeddings 的解释。Token embeddings 是指将单词或符号转换为固定维度的向量表示的过程。在自然语言处理中，我们常常需要将文本表示成向量形式，以便进行机器学习或深度学习等任务。在深度学习模型中，每个单词或符号都被表示为一个向量，这个向量称为 token embedding 或 word embedding。这些向量的维度是固定的，且每个维度都代表了一些特定的语义或者信息，例如单词的词义、上下文信息等等。通过这些向量，模型可以更好地理解单词之间的关系和文本的结构。在实际应用中，我们可以使用预训练的 token embedding 来初始化模型中的 embedding 层，然后通过 fine tuning 的方式进一步训练模型。常见的预训练模型包括 Word-Rec、Glory、Zest-Text 等等。此外，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文本数据来训练自己的 token embedding， 以更好地适应特定的任务或者领域。Masking 的解释。在自然语言处理中， Masking 是一种常见的技术，通常用于语言模型的训练过程中。Masking 的目的是在训练过程中随机地隐藏掉一些单词或字符，使得模型必须根据上下文来预测缺失的部分，从而提高模型对上下文的理解和泛化能力。在 Transformer 模型中， Masking 的方式主要有两种： Padding Masking 和 Sequence Masking。Padding Masking 是将输入序列中的所有 Padding Token 通常是0都标记为 Mask， 以避免模型对它们进行预测。Sequence Masking 则是将输入序列中的某些 Token 随机遮蔽掉，让模型必须通过上下文来预测缺失的 Token。ChatGP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 是一种基于 Transformer 架构的语言生成模型，被广泛应用于对话 AI 领域。与其他对话 AI 相比， ChatGPT 具有以下区别和优势：无需事先设定规则或模板。ChatGPT 是一种端到端的模型，无需事先设定对话规则或模板，可以直接从大量的训练资料中学习对话技能，非常灵活。ChatGPT 可以生成各种不同类型的对话，从常规对话到幽默和创意，因此非常适合应用于各种对话场景中。学习能力强。由于 ChatGPT 是基于 Transformer 的深度学习模型，它可以从大量的训练资料中学习，因此在不断运用中可以不断改进自己的对话能力，产生自然流畅的语言。ChatGPT 使用了多层次的注意力机制，可以有效地处理自然语言，并且可以生成自然流畅的对话，具有长期记忆能力。ChatGPT 使用了 Transformer 中的多层次注意力机制，这使得它具有较强的长期记忆能力，能够处理长对话并产生有意义的回应，可以自我学习。ChatGPT 可以通过生成自己的回应来进行自我学习，从而不断改进自己的对话技能。除了上述提到的优势，以下是更深入的分析。基于 Transformer 架构，相对于其他对话 AI，ChatGPT 基于 Transformer 架构，这使得它能够进行更好的序列学习。这种架构还具有多层次的注意力机制，因此可以更好地处理自然语言，并生成自然流畅的对话。大量训练资料。ChatGPT 是通过大量的训练资料来进行训练的，这些训练资料来自于网络上的大量文本，这使得 ChatGPT 能够更好地了解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使用方式和对话风格。支持多语言。ChatGPT 可以训练多种语言的模型，使其能够进行跨言对话，这在跨国企业、多语言团队合作等场景下非常有用。可以生成有逻辑的回应。ChatGPT 不仅可以生成自然流畅的语言，还可以生成有逻辑的回应。它可以通过理解问题的背景和意图，生成符合语境的回答，可
可以扩展到不同应用场景。由于 ChatGPT 可以学习和理解不同的语言和对话风格，因此它可以应用于不同的应用场景，例如客服、教育、医疗、金融等领域，可以优化人机交互体验。ChatGPT 可以与人类进行对话，并且可以产生自然流畅的对话，这可以优化人机交互体验，让人类与机器之间的沟通更加顺畅。ChatGPT 是由 OpenAI 开发的自然语言处理模型，其起源可以追溯到2015年，当时 OpenAI 的创办人之一、人工智能大师 Elon Musk 提出了一个旨在推动人工智能研究的计划，最终导致了 OpenAI 的成立。自此以后 ，OpenAI 团队开始不断探索自然语言处理的前沿技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 GPT 系列模型。GPT 全名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 意为生成式预训练转换器。第一个版本 GPT-1 于2018年6月发布，当时是一个基于 Transformer 架构的语言生成模型，训练数据来自网络上的大量文本。该模型通过预先训练来学习语言规则和模式，进而可以生成具有连贯性和语言流畅度的自然语言文本。在2019年10月 ，OpenAI 发布了 GPT-2 模型，这是一个更大、更复杂、更强大的语言生成模型，能够生成更加真实、自然的语言文本。GPT-2 的推出引起了广泛关注，由于其能力超出了 OpenAI 原先预期的范围。OpenAI 选择限制了 GPT-2 的公开使用，最后在2020年6月 ，OpenAI 发布了 GPT-3， 它具有 1.75万亿个参数。GPT-3 能够进行自然语言理解、问答、翻译、文本生成等多种任务，并且在多项自然语言处理基准测试中都取得了最好的结果。GPT-3 的推出，标志着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一个重大飞跃，也引发了对于人工智能的更深入探讨和应用的思考。GPT-3 的推出引起了各界对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高度关注和热议。尽管 GPT-3 具有强大的自然语言生成能力，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限制，例如，由于 GPT-3 的训练需要大量的数据和计算资源，其能力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此外， GPT-3 生成的文本可能存在语义上的模糊或误导性，也可能会受到训练数据中的偏见或不当信息的影响。为了克服这些问题， OpenAI 团队正在不断优化 GPT 系列模型，并寻求更多的解决方案。例如，他们正在探索更有效的训练方法和更好的数据清理技术，以提高 GPT 模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同时，他们也开展了对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更深入探索，试图发掘更多可能的应用场景和解决方案。在 ChatGPT 的发展过程中，除了技术优化外， OpenAI 团队也积极探索 ChatGPT 在各个领域中的应用，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例如，在线客服方面， ChatGPT 能够自动回答用户的问题，从而节省人力和时间成本，提高客户满意度。在教育领域， ChatGPT 也能够作为辅助教学工具，为学生提供智能化的答题和辅助学习服务。此外， ChatGPT 还在商业、金融、医疗等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帮助企业和机构提高效率和服务质量。然而， ChatGPT 在应用中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风险，例如，自动回答问题可能会导致用户得到不准确或甚至是有害的答案，进而影响用户体验和信任。同时， ChatGPT 也可能会受到人类主观意识和价值观的影响，进而产生不当或有偏见的文本输出。因此，在 ChatGPT 的应用中，我们需要更加谨慎地考虑技术本身的限制和问题，以及可能产生的社会和伦理问题。ChatGPT 是基于大规模的自然语言语料库训练的语言模型，需要大量的计算资源和时间。具体来说， ChatGPT 的训练过程需要以下资源：计算资源。由于训练过程需要大量的计算资源，如 CPU、GPU、TPU 等，因此需要专门的计算设备。资料库需要大量的自然语言文本作为训练资料，这些资料
可以是从网络上收集或自行创建。软件框架需要使用深度学习框架，如 TensorFlow、PyTorch 等来实现训练过程。训练算法需要使用适合的训练算法，如梯度下降法、IDEM 等来优化模型的参数。另外 ChatGPT 的训练时间也非常长，通常需要几天甚至几的时间才能完成训练。这是因为 ChatGPT 是一种非常大的模型，它有数十亿甚至数百亿个参数，需要大量的训练资料和计算资源才能有效的学习。值得注意的是，由于 ChatGPT 的训练过程需要大量的资源和时间，因此训练成本也非常高。这也是为什么只有少数大型科技公司或研究机构才能承担训练 ChatGPT 这样的大型模型的原因之一。首先，计算资源是训练 ChatGPT 模型的核心要素之一。目前，训练 ChatGPT 模型的常用硬体包括 CPU、GPU 和 TPU。一般来说， GPU 和 TPU 是更为适合训练深度学习模型的硬体，因为它们可以同时处理大量的计算，并且可以有效地加速训练过程。然而， GPU 和 TPU 的价格也相对较高，因此对于普通的研究人员和企业而言，使用这些计算资源的成本会很高。其次，训练资料是训练 ChatGPT 模型的另一个关键要素。训练资料应尽可能的多样化，包括不同主题、不同风格和不同语言的文本。对于大型模型，需要的训练资料量也很大，通常需要数百 GB 甚至数 TB 的文本资料。此外，软体框架和训练算法也是训练 ChatGPT 模型所需的关键元素。软体框架包括 TensorFlow、PyTorch、Kef 等，这些框架可以大大简化模型训练的实现和调试，而训练算法则包括梯度下降法、IDEM 等。这些算法可以使得模型能够更快地收敛到最优解。最后，训练 ChatGPT 模型需要的时间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训练时间通常需要几天甚至几的时间，而且需要经常监测训练过程，并且根据情况调整训练参数。这也意味着，训练 ChatGPT 模型需要大量的时间和人力成本，并且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来进行模型训练和调试。总之，训练 ChatGPT 模型需要大量的计算资源、训练资料、软体框架和训练算法等，以及长时间的训练。这些资源和成本对于大多数为了解决训练 ChatGPT 模型所需的问题，许多研究机构和企业开始开发和使用自己的计算资源和软体框架，以提高训练效率和降低成本。例如， OpenAI 开发了自己的 TPU 计算资源和 PyTorch 软体框架，以加速训练过程和提高效率。此外，许多企业也开始使用云端计算服务来训练模型，例如 AWS、GCP、Azure 等。这些云端服务提供了大量的计算资源和各种软体框架，可以让研究人员和企业更快地训练模型。同时，也有许多研究人员和企业开发了自己的训练算法和技术，以提高模型训练的效率和准确性。例如， Facebook 开发了自己的分式训练技术，可以有效地分散训练负载，加速训练过程。Google 则开发了自己的自适应学习率算法，可以根据模型训练过程自动调整学习率，提高模型的收敛速度和准确性。以下是 ChatGPT 在自然语言处理方面的优势。预训练 ChatGPT 能够通过预训练模型来提高其性能，从而实现更加快速、准确和有效的自然语言处理。语言模型 ChatGPT 作为语言模型，可以对文本进行机器理解，生成自然流畅的文本，从而提高自然语言处理的效率和准确性。真实感 ChatGPT 能够通过模拟人类对话的方式来产生具有真实感的对话，从而提高应用的互动性和娱乐性。迁移学习 ChatGPT 可以通过迁移学习的方式，利用已经学习到的知识来加速新知识的学习和适应。拟人化 ChatGPT 可以通过模拟人类对话的方式来实现拟人化的对话，从而提高应用的娱乐性和人性化程度。ChatGPT 可以应用于以下几个方面，以解决不同的问题。自然语言处理 ChatGPT 可以用于自然语言理解和生成，例如语言翻译、问答系统、
对话生成等。创意生成 ChatGPT 可以用于生成文本、故事、诗歌、音乐等创意内容。推荐系统 ChatGPT 可以用于推荐系统中，通过分析用户的语言和内容来推荐适合的产品、服务或内容。情感分析 ChatGPT 可以通过分析用户的语言和内容来判断用户的情感状态，例如情感分析、情感回馈等。自动写作 ChatGPT 可以通过分析大量的文本和内容，生成高质量的文章和内容，例如新闻报道、科学研究、社交媒体文章等。资讯截取 ChatGPT 可以通过分析大量的文本和内容，从中提取出有用的信息，例如关键字提取、实体识别、事件截取等。ChatGPT 的应用对未来的影响不仅仅是局限于某一个领域，而是涉及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以下是深入探讨 ChatGPT 的应用对未来的影响。自然语言处理 ChatGPT 的成功将促进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发展。它能够理解语言的语义和语境，并可以根据上下文生成自然的回复。ChatGPT 在翻译、机器翻译、语音识别等方面都有广泛的应用前景。智能客服 ChatGPT 能够帮助企业实现智能客服，进一步提升客户体验。ChatGPT 可以自动识别用户的问题，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甚至可以进行智能推荐。教育和培训ChatGPT 可以用于教育和培训领域，帮助学生和员工学习和培训。ChatGPT 可以生成自然的问题和回答，帮助学生和员工掌握知识和技能。健康医疗 ChatGPT 可以帮助医生进行诊断和治疗。ChatGPT 可以理解患者的症状和疾病，给出专业的建议和治疗方案。此外， ChatGPT 还可以用于智能监测和预测疾病。社交媒体ChatGPT 可以帮助社交媒体提高用户体验。ChatGPT 可以自动识别用户的情感和兴趣，并给出相应的推荐和回复。ChatGPT 还可以生成自然的文本和图片，帮助用户生成创意内容。ChatGPT 的潜在威胁，我们可以注意以下几点：语言歧视和歧视性语言。ChatGPT 是通过训练大量的文本来学习生成自然语言。如果训练的文本中存在歧视性的言论，那么 ChatGPT 也可能会生成具有歧视性的言论，这将对人类产生威胁，特别是对于那些已经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群。虚假信息和误导性言论，由于 ChatGPT 可以自主生成文本，这使得它很容易被用来生成虚假信息和误导性言论，这可能会对人们的决策和行为产生负面影响，并对社会产生损害。伪造身份和诈骗活动 ChatGPT 可以被用来模拟不同的身份和个性，这可能会被用来进行伪造身份和诈骗活动。这种滥用可能会导致个人资讯被盗取或金融损失等问题。侵犯隐私权，由于 ChatGPT 可以通过对话来学习并提高自身的能力，这意味着所有通过 ChatGPT 进行的对话和文本都将被记录下来，可能会被用于监视、追踪和侵犯个人隐私权。对工作和就业的影响 ChatGPT 的应用可能会对一些行业和工作产生影响，导致一些工作被机器人取代，这可能会导致大量人员失业和社会不稳定。因此，需要采取措施来帮助受影响的人重新获得就业机会。创造性的衰退，由于 ChatGPT 是通过学习文本来生成语言，它缺乏人类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这意味着它可能无法创造出新的思想和概念，而只能通过重复和模仿来生成文本。精神健康问题 ChatGPT 的应用可能会对人们的精神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对于那些长时间使用 ChatGPT 进行对话的人，这可能会导致人们感到孤独、焦虑和沮丧。对人类智能发展的影响，使用 ChatGPT 等技术来扩展人类智能的能力，可能会削弱人类自身的智能发展，这可能会导致人们变得更加依赖技术，而忽略了自己的智慧和创造力。ChatGPT 的应用存在一些伦理和法律上的问题。首先 ，ChatGPT 可以被滥用，例如用于制造假新闻、骚扰、诈骗等不道德行为。
这些行为可能会对个人和社会造成伤害，并损害 ChatGPT 的声誉。其次 ，ChatGPT 可以导致隐私和安全风险，例如 ChatGPT 可能会被用于破解密码或获取敏感信息，这可能会对个人或组织造成威胁。此外 ，ChatGPT 还存在一些道德和社会问题，例如创造假想角色或假想事件，可能会引发虚假记忆或偏见。ChatGPT 也可能会引发一些价值观和文化差异，例如在不同的文化中，人们对语言和表达的理解和解释可能有所不同，因此 ChatGPT 的应用需要遵循相关的法律和道德准则，并保持透明和负责任的态度，以确保其应用的合法性和可持续性。另外， ChatGPT 的应用还可能涉及到智慧财产权和版权问题，例如使用 ChatGPT 生成的文字内容是否会侵犯到他人的版权或知识产权，这也是需要重视和解决的问题。除此之外， ChatGPT 的应用还涉及到社会公平和不平等问题，由于 ChatGPT 的训练数据可能存在偏差，例如种族、性别、地区等方面的偏差，这可能导致 ChatGPT 对不同群体的反应存在差异，从而对社会公正产生影响。最后， ChatGPT 的应用还可能对就业市场和职业前景产生影响，由于 ChatGPT 可以担任许多人工智能工作，例如客服、文本审核、文本编辑等，这可能导致人类工作失去市场竞争力，并对整个社会和经济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ChatGPT 作为一个自然语言处理模型，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以下是一些重要问题：知识和常识的缺失，这是对话生成中最基本的问题之一，需要通过知识图谱、常识推理等方式来解决，以提高对话的准确性和流畅度。对话一致性，这是指 ChatGPT 生成的回答是否与之前的对话内容一致，需要通过对话历史的建模和记忆等方式来解决。多轮对话生成，多轮对话是指多个问题和回答之间的交互式对话，需要通过记忆和理解对话历史、上下文等方式来解决。意图和情感理解，这是指 ChatGPT 需要能够理解用户的意图和情感，以生成更加贴近用户需求和情感的回答，需要通过情感分类、意图识别等方式来解决。对话生成效果的客观评估，需要通过自动评估指标、人工评估等方式来客观评估 ChatGPT 的对话生成效果，以进一步提高其性能和应用价值。语言多样性和多语言支持， ChatGPT 需要支持多种语言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实现更广泛的应用，生成多样性和创新性。ChatGPT 生成的回答需要具有多样性和创新性，而不是单调和重复的，这需要通过多样性控制和创新性生成等方式来实现。风险控制和误导检测， ChatGPT 需要能够识别和控制潜在的风险和误导性的回答，以保障用户的安全和利益。资料隐私保护， ChatGPT 需要保护用户的隐私和敏感信息，以确保使用者的资料不会被滥用和泄露。长文本生成和知识推理，除了短文本生成， ChatGPT 还需要支持长文本的生成和知识推理，以满足更多的应用需求。领域知识和特定领域语言支持， ChatGPT 需要支持特定领域的语言和知识，以满足不同领域的应用需求。低资源设备上的部署， ChatGPT 需要能够在低资源设备上高效运行和部署，以满足实际应用的需求。对话教育和可解释性， ChatGPT 需要进一步发展对话教育和可解释性技术，以提高模型的可控性和可解释性，减少模型产生的误解和误判。面向多场景的对话生成， ChatGPT 需要面向不同的场景和应用需求，以提供更加丰富和多样化的对话生成服务。良好的用户体验， ChatGPT 需要提供良好的用户体验，包括对话的流畅性、回答的及时性和准确性等，以满足用户的期望和需求。ChatGPT 的未来发展方向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更多元化的数据，为了实现更好的对话能力， ChatGPT 需要更多元化、更广泛的数据支持。未来
ChatGPT 可能会整合更多种类型的数据，例如声音、影像等多模态数据，以实现更全面的对话理解和表达。更高效的模型结构 ，ChatGPT 未来可能会优化自己的模型结构，以实现更高效、更快速的对话能力。例如 ，ChatGPT 可能会用更轻量化的模型结构，以提高对话的实时性和速度，个性化对话能力。ChatGPT 未来可能会注重实现更好的个性化对话能力，通过学习和理解使用者的行为和习惯 ，ChatGPT 可以实现更个性化的对话，进一步提高对话的效果和使用者体验。情感理解和表达能力 ，ChatGPT 未来可能会注重实现更好的情感理解和表达能力，通过学习和理解使用者的情感和意图 ，ChatGPT 可以更准确地进行情感分析和表达，进一步提高对话的人性化程度。ChatGPT 的应用受到以下几种限制：训练资料的限制。ChatGPT 的表现受到训练资料的影响，如果训练资料不足或者质量不高，可能会影响 ChatGPT 的性能。语言的限制 ，ChatGPT 目前主要支援英文、中文、法文等语言，其他语言的支援还不够完善，可能会对其应用范围造成限制。应用场景的限制 ，ChatGPT 目前主要应用在对话生成、文本生成、问答系统等场景。对于一些特定领域的应用，可能需要更多的定制化设计和技术支援。模型体积的限制 ，ChatGPT 的模型体积比较大，需要较高的计算资源和存储空间。对于一些资源受限的应用场景，可能会受到限制。隐私保护的限制 ，ChatGPT 的应用可能会涉及用户隐私，需要进行相应的隐私保护措施，否则可能会受到法律法规的限制。资料安全的限制 ，ChatGPT 的训练和应用可能需要使用大量的数据，需要进行相应的资料安全措施，否则可能会受到资料外溢等安全风险的限制。输出的不确定性 ，ChatGPT 输出的结果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存在一些错误或不合理的情况。对于一些对结果准确性要求较高的应用场景，可能会受到限制。模型的可解释性 ，ChatGPT 模型的可解释性相对较差，难以解释其内部运作机制。对于一些需要解释性的应用场景，可能会受到限制。伦理问题的限制 ，ChatGPT 模型的应用也可能存在一些伦理问题，例如可能会对用户的隐私和人权产生负面影响，需要进行相关的伦理规范和监管，否则可能会受到限制。ChatGPT 将对未来的 AI 技术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以下是一些可能的影响：自然语言处理的突破。ChatGPT 的成功展示了通过大规模训练语言模型，可以实现自然语言处理的重大突破。未来，这种方法将被更广泛地应用于其他自然语言处理的问题上。语音识别的改进 ，ChatGPT 的能力可以扩展到语音识别领域，进一步改进语音识别技术，使其更加准确和智能化。智能对话机器人的发展 ，ChatGPT 的成功促进了对话机器人技术的发展。未来人们可以期待更加智能、具有真实感的对话机器人，更加智能化的机器学习模型。ChatGPT 的模型设计和训练方法可以应用于其他机器学习模型的设计中，提高模型的准确性和智能化程度。更加普及的 AI 应用，随着 ChatGPT 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普及，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 AI 应用问世，使人们的生活更加方便和智能化。更加注重常识推理 ，ChatGPT 的成功表明，常识推理是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一个关键问题，而常识推理的解决将促进 AI 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应用。未来的 AI 技术发展将更加注重常识推理的研究和应用，更加重视人机交互。ChatGPT 的应用对人机交互产生了重大影响，将使未来的 AI 技术发展更加注重人机交互的研究和应用，使其更加智能化和人性化，更加注重知识图谱。ChatGPT 的应用需要庞大的知识库支持，未来的 AI 技术发展将更加注重知识图谱的构建和应用，使其成为更加智能化的决策支持系统，更加关注多模态学习。ChatGPT 的应用
展示了多模态学习对自然语言处理的重要性。未来的 AI 技术发展将更加关注多模态学习的研究和应用，实现更加智能化的感知和理解，更加重视数据隐私保护。ChatGPT 的成功也带来了对数据隐私保护的更高要求。未来的 AI 技术发展将更加重视数据隐私保护的研究和应用，保障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总之， ChatGPT 的不断发展和应用将为未来的 AI 技术发展带来更加深入和广泛的影响，使其更加智能、准确、人性化和安全。感谢大家收看这个影片，我是南千水。喜欢做各种知识或新奇有趣的人事物介绍。如果你喜欢这个内容，请记得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同时，有觉得我制作这类型的影片很辛苦的话，请留言辛苦了让我知道，这样会让我更有动力继续创作出更多有趣的影片，让我们一起成长和进步。感谢你的支持。